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3月23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2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379.85，收盘价是367.96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79.89，最低价是在364.46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7862.86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量增。KD 值，我们会看到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不变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当前的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3月2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，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，开盘之后啊，股价下行，在370附近得到了支撑，然后股价出现了一个反弹，但是呢，上方在到达开盘价附近的时候呢，又开始折返向下。那最终呢，下方是直到365附近才得到了支撑，最后尾盘的时候呢，股价是被拉抬到目前的收盘价。那从当日 K 线的走势可以看到啊，多头呢在最初的时候仍然是守370这个位置，但是呢，随着股价的运行呢，最终股价多头没有能够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支撑，因此呢是到365才出现了支撑，也就是股价跌深之后啊，我们说还是有多头力量的进入的。因此呢，在尾盘的时候呢，股价得到了一个小幅的拉抬，因此呢，留下了这样一个下影线。那么从当日的成交量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是不仅较前一个交易日量增，较之前的交易日啊，这个成交量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成交量，说明是跌深之后啊是有这个大量的换手。那么出现这样的走势，虽然是出现了一个反弹的迹象，但是呢，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低。同时呢，我们也会看到之前我们给出的一个支撑位是370，我们指的是2025年9月1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这个缺口原先在这个地方是有个缺口的，那当日跌深之后是把这个缺口补上了，那么出现这样的大幅的下行，然后跌破了重要的标志位，也跌破了前低，成交量增，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，股价仍然会继续下行，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高开高走，股价会有反弹的走势；低开低走呢，股价将会出现下行。那么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个在3月23日盘中，我们要特别关注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在374，还有它的最低，也就是365。那这两个位置呢，将是重要的标志位，也就是股价如果高开高走会在这个375、374上方运行，那么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，或者至少会在这个地方横盘。但是如果股价一直是在374下方运行，尤其是在跌破365出现新低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下行。所以单从 K 线信息解读呢，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它取决于开盘。如果是高开盘将有反弹，如果是低开盘，我们认为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，我们对3月20日
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继续下行，收盘价将会在37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386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而实际在3月20日收盘价是在367.96，股价是出现了继续下行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继续下行，收盘价在375，虽然在点位上相差较大，但是性质是相同的，都是跌破前低。好，那么股价目前是出现了这样一个继续下跌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对于3月23日和之后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调整。由于目前的股价已经跌破之前的目标379这个位置，380这个位置，所以我们把这个第一个目标呢要下移到365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股价或者说是在目前股价的位置呢，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低，由于它是抱有大的成交量，所以它的最低将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，也就是再次出现低底低，继续当前的空头趋势。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实际上365也是，它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。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，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。第二个目标就是343。那么在到达它之前呢，350整数关口将是一个支撑。接下来第三个目标就是273。我们再来回顾一下，之前我们在视讯当中多次提到过，股价一旦跌破了382，也就是在这个区域。一旦跌破它，那么将会继续下行。继续下行呢，我们曾经说过，在350到370这个位置呢，股价将会得到一个支撑。所以我们会看到，目前呢，股价已经跌破了382这个区域，那么已经来到370附近。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这样的一个推断是不是和实际的走势相符。也就是说，在350这个地方，我们认为将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支撑，甚至是不会到达350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下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在416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在要想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实际上我们会看到新生成的3根 K 线已经形成了一个连三红这样的一个 K 线下跌的K 线组合的一个架构。通常出现连三红，在次日也就是之后的走势会继续下行，或者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，也就是低于364这样的一个点位。那么这个连三红它的中线部分，也就是在385附近，还有它的最高，也就是在403，这两个位置将是日后股价反弹的两个强压力。因此呢，除了各条均线值之外，这两个位置被突破之后，股价才有可能会到达416。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，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。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436，第三个目标就是452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日后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再来看在3月23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刚刚我们在 K 线信息解读的时候已经给出了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，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384，是之前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。那么在3月20日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。那么到了3月23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374。那在3月23日盘中，如果股价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才会有反弹的走势，否则股价将会继续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374的理由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周 K 线图，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
3月16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韩上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。我们会看到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行的行进中。那么出现这样韩长上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啊，我们再看成交量，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。那出现这样的走势呢，很容易在接下来一根 K 线会出现一个补量下跌的 K 线，因为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不仅是跌破了前低，前面这根 K 线是天剑线，这是变盘的信号 K 线。收盘价跌破前低，也就是说瓦解了这个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，同时收盘价又跌破了5均值。那么我们说在成交量缩，所以呢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如果是低开低走，将会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根补量下攻的 K 线，或者说是补量下跌的 K 线，或者说是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含有长下影线的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。对，这是我们从出现这样单一 K 线的线型和目前的成交量，包括与之前K 线信息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推断出来的。好，那么反弹的前提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股价不低于365，也就是前低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一周股价收盘价的一个预测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对本周的，也就是刚刚过去交易周的预测是，如果是收在高位，将会收在425附近；如果是收在低位呢，将会在375附近。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390。那么在周中呢，我们会看到其实股价基本上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。那么到了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如果股价出现继续下跌，我们认为将会收盘价在358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下移这根水平线到358。好，那么如果是收在相对高的位置呢，我们认为将会收盘在39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382，我们取这根新生成 K 线实体的中线。那么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能够反弹到382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。但是如果一直是在它下方运行，我们不排除股价将会有新低的出现，甚至是下行，而收在低位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。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，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我们来看目前收盘价在367.96，收盘价跌破前低，也跌破关键标志位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虽然是有反弹的迹象，但是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。这是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现在要守的位置呢，我们认为最短期来讲就是守新生成这根 K 线最高380。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我们认为是下方的350整数关口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3月2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它的范围是从380到383，也包括前高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在390附近，正好也是在这个缺口的中线，这也是强压力。第三个压力位呢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在397附近。第四个压力位是403。
好，我们再来看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低365，第二个支撑呢，我们取350整数关口，在这个位置。第三个支撑，是343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3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3月23日我们给出的2个预测是并列的，它取决于开盘的走势。我们先来说反弹。如果出现反弹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70，在这个位置，上方最高会到达379，收盘价会收在375附近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弹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70的，满足了这2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另外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71，下方最低会到达359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62附近。如果出现这样的继续下行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71的，满足了这2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的下行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3月2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